清晰。R9S OPPO 拍照手机。这些手指确实被邮整了。你是说杀人碰尸？在小吃街发现尸块，围观群众还这么多，48小时要是不破案，真就要引起社会恐慌了。启明老师，我想问，有什么活是男的能做，但女的做不了的？你干嘛？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这些东西到底是在哪儿捞的？骨盆。从形状跟重量上看，应该是女性的骨盆。按照股骨推算身高的回归方程来看的话，这个女人的身高应该在1.75米。48小时要破的无头案，现在还有不到28个小时。线索一共就这么多，我们连受害者是谁都不知道。林队，按照你说的，我们现在调查丽华小区所有的失踪人口，别说是失踪人口了，就是整个小区也没有身高1.75米以上的女性。不过有个25岁左右的年轻妇女叫连倩倩，她每天下午都会和小区的老太太嗑瓜子聊天，不过最近2周没有出现过。家庭主妇，那她丈夫是做什么的？丈夫是国际大酒店的餐饮部经理。餐饮、油炸，这中间会不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？而且她丈夫2周前已经辞职了，现在下落不明。你们查的这个连倩倩身高有多高1.6米左右吧。那差的也太远了吧？虽然现在尸骨不全，没有办法准确测量，不过从法医学的角度来看，她的股骨这么长，不可能只有1.6米。不用问，肯定一无所获，因为我们根本方向就错了。过来。这是我刚刚煮出来的女性耻骨联合，被测原明显，说明死者年龄在25岁以上。耻骨联合部的隆起痕迹没有完全消失，说明死者年龄在27岁以下。骨盆的重量我刚刚测量过，有198克，这在女性当中都算是非常轻的，说明死者身材矮小。可是这节胫骨的重量有203克203克，这是成年男性的胫骨重量。会不会死者的身材比例本来就不协调？我们来看一下2块骨骼在显微镜下的成像。这是盆骨表面，骨表面光滑。下一张。这是胫骨表面。男性因为肌肉发达，肌肉经常会对骨骼造成挤压或者牵拉，造成骨表面粗糙。从成像上看，这很明显是一节成年男性的胫骨。你听明白了吗？秦科长的意思呢，就是说这里的尸块来自于一男一女2个人。2个人？连倩倩、夏红。走，去连倩倩家看一下。是。好大的血腥味儿。就是这儿。注意保护现场。这里是高层，所以这应该是现场唯一的出入口。门锁没有被破坏的痕迹，不排除连倩倩老公夏红作案的可能性。凶手可能还在里面。物业，开锁。
安全。没人，进去吧。封锁现场。是。从墙上的喷射痕迹来看，这里不应该是案发的第一现场，应该是熟人作案，进门后拿利器捅向受害人。不对，墙上两侧的红棕色斑点并不是溅射血迹，而是阴血。苍蝇吃了尸体之后，沿着血迹在墙上、屋顶上到处乱飞，把排泄物弄得到处都是。有一个很明显的证据，灯泡上面什么都没有，因为灯泡很烫，苍蝇根本不敢靠近。这里除了拖擦的血迹以外，还有一些滴落状的稀释后血迹。稀释过的血迹。这里你们看，就是指不是从血管里直接流出来的血，是血液和水混合之后粘附在物体上，又随着物体的移动滴落下来。你做过痕检？做过。带向厨房。你应该去厨房看看，还有更精彩的。这里就是有人尸体的第一现场，所以确定了，不只是一具尸体了。你快去找找有什么别的有价值的指纹。大感谢。重点部位都排查过了，都发现了明显的纱布手套纹，说明凶手应该是戴着手套完成了杀人、分尸并且油炸的过程。这说明那块腿骨很可能就是下颌。一个丈夫在自己家杀妻子，有必要戴手套吗？有道理。还有这里的血迹深浅不一，在这些深色的拖擦型痕迹旁边，通过多波段的照射，可以发现一些浅淡的拖擦型痕迹。血液的深浅反映的是它暴露在空气中的时间长度，时间越长，颜色也就越深。有的时候第一次勘查的现场，血液是红色的，过1周再复勘就变成黑色。如果深浅不一的话，说明凶手可能多次进入过这个现场，很可能有钥匙。那什么样的凶手会有他们家的钥匙，并且反复进行油炸？浅淡的血迹通往了卧室。我大大小小的案子办了这么多，这种风格还真是第一次见。把这个报告交上去了吗？交上去了。好的。回头有什么反应？从泔水桶里发现油炸手指，到发现被害人，发现凶手的指纹，我们才用了20多个小时，确实已经够快的了，大家辛苦了。行。可是现在我们还是无法确认凶手到底是谁。我们只有18个小时了。报告 ，DNA 检查结果出来了。那些胫骨是夏红的吗？是的，
而且跟死者家中指纹做过对比后，发现死者胸部的指纹不属于两名死者的。电话确认过了，我们从死者的口袋里分别发现了他们各自的钥匙，也就是说，凶手并不是从他们身上获取的钥匙。这说明凶手可能本来就有他们家的钥匙。尸块都被抛弃在小区附近的下水道口，说明凶手很可能没有交通工具。那会是什么人？难不成是他们俩中谁的姘头？不会。据我们的了解，连倩倩本来是酒店的服务员，因为长相出众，很快被酒店的经理夏红看中。两个人结婚了之后如胶似漆，基本上天天黏在一块儿，连出去买个菜都出双入对的，基本排除了情杀的可能性。那有没有可能是仇杀？毕竟现场的情况实在太残忍了。也不会。两个人结婚之后，连倩倩就做了家庭主妇，基本上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。而夏红呢，胆子又小，脾气又好，就是典型的和事佬。他们俩身边的朋友加起来就那么几个，我们也对他们进行了指纹的比对，并不是他们。连队，局长，连队，我们在现场发现连倩倩的记账本，还有日记本，还有现场的尸块已经全部带回来了。好，东西都齐了，马上开始工作吧。死人的事交给我。迟到的，迟到的，过来帮忙做记录。两位死者的致命伤都找到了，女性死者的颅骨上有一个巨大的空洞，穿孔性骨折，应该是一个钝器的重击导致的；而男性死者的顶骨上也有一个圆形的凹陷性骨折，这证明两者死于同一种致伤工具，只是男性的颅骨比较厚，所以造成的损伤也比较轻。同一种致伤工具。两名死者都一样，颅骨骨折边缘的痕迹微绿且清晰。如果让我分析的话，有可能是圆形的大锤子。你看会不会是这种？有数据吗？我查一下。重18磅，拆墙和凿下水道口用，直径10公分。跟死者伤口的形状一致。可是谁杀人会拿个大锤子招摇过市？直径这么大的锤子，一般是不会家用的。不过装修工人可能会有。装修工人？你们看，这其他的都是一些日常的开销，但是这一天，连倩倩找人修了下水管道。这就对了，因为装修工人需要上门，所以他家门锁才没有被破坏的痕迹。可是这么多装修工人，我们从哪里开始找？我知道了。去哪儿啊？现场。我们家找装修工人的时候都会看楼梯里的小广告，所以我们只要排查一下他家附近的小广告，就大概能知道凶手是谁了。我去，这么多小广告，我们从哪开始入手啊？而且连倩倩的账本上写的是她2周前通过下水道，被杀可是1周之前啊。那会不会凶手确实2周前去过他家，通过下水道，然后配了钥匙呢？这样他1周之后就算拿着大锤子再回来行凶，也不会有人怀疑，有道理。那就查查这些广告吧，这是林队长的工作。加油！这么多，这要查到什么时候去啊？哎，你好啊，请问一下李大狗家在哪？李大狗就是门口有小推车那家。对，
这屋里不像有你的，这些内衣应该都是偷来的。这个人是个心理变态。这孙子还真会配钥匙啊！有血染痕迹，这很有可能就是连倩倩的内衣。送去鉴定科。林队有掌纹，还是要传回去做比对。快！是。李大狗，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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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跑！起来！带他们动试试！给我看着！哎，我说你刚才怎么不开枪啊？啊，我贱命一条不值钱。不是。行啊，你们警察也不都是饭桶啊。你说我都把尸体造成那样了，你们怎么还能查到我头上来啊？说说吧，连倩倩怎么得罪你了？我们怎么能谈得上是得罪啊？我们不熟。要怪就怪他太不小心了。哎，师傅，哎，还有多长时间才能修好呀？我这刚给您看了，一会儿就能修好，没什么大问题。啊，那麻烦你了。老公，刚才洗澡的时候水管坏了，现在正找人过来修呢。我干装修之前就是配钥匙的，所以刚才看我们家的锁啊，我就知道被人开过。所以为什么不逃？杀了人还这么坦荡，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。警察大人，我没想着要杀人，我就是想要偷他一件内衣而已啊。动手之前，我观察了1个礼拜，我知道每天下午5点下了班，她的男人会跟着她去一块买菜。那天我正好在楼下砸墙，我一看5点了，然后就拎着大锤出去了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偏偏那天他在家。后面的事儿还需要我说吗？为什么要诈尸？看见那些雪白的肉放进油锅里炸成金黄色，多性感！
4月4日，晴。买菜45元，买早早运试纸18元，打车16元，共计支出79元。老公，等你睡醒，我就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咱们终于有宝宝了。还有啊，今天我一个人去买的菜，卖菜的阿姨问我为什么你没来，我说你病了。第一次看见你生病的样子，才知道原来你也有这么脆弱的时候。没关系，我可以把你照顾好的。一会儿我要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焦溜丸子，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。宝宝也不想看见爸爸生病，对不对？我市警方通报915重大入室杀人案件，48小时圆满告破，犯罪嫌疑人李某某被捉拿归案，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。小吃街碎尸案48小时告破，缘起内衣诱惑，一时疏忽引狼入室，家中维修，3口之家命丧黄泉。警方宣布已破案，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供认不讳。您看看，这全都是不遵守交通规则的。您看这儿，闯红灯的，嚯，这个超车的，还有您这个违章停车的，给我们造成了多大的麻烦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这你说？对，这就是我的车。罚款交过了是吧？交过了。好。好嘞，谢谢啊。路上小心点，给您添麻烦了。下次注意啊。好的。慢点开。正丁醇溶液、苯乙醇溶液、正丁醇溶液和苯乙醇溶液。
被稀释过的苯乙醇溶液。你兑了水啦？那这个呢？沾有便便的脚趾头。苹果，不太新鲜的苹果，放了大概至少有半个月了吧。谢谢啊。林涛半个月之前给我一个苹果，刚刚又给我一个，我分不出来了。谢谢你帮我分出来。完了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没有别的事儿，我就下班了。没了，走吧。拜拜。什么意思？你要把他留下来？他不错。哎呦，这辈子第一次听你给人这么高的评价。你也不错。算了吧，我可不是人形警犬。不过想到以后去现场可以带一条会说话的警犬，还挺有意思的啊。哎，以你们法医的角度，是怎么评价这种人形警犬的？有一种人鼻黏膜上的嗅觉神经分布的比我们常人要密集，这种人万里挑一。这么小概率都被我们碰到了，大宝这名字真没叫错啊。对，有名啊。走吧，把那新来的叫上。快走，我死爷！好。She's drunk. She's killing you by overdose. He doesn't want the shot. Your father's very sick. He's in a lot of pain. He needs a shot. No, I want pain. He wants pain. 这个致死剂量有问题啊！哎呀，这是电视剧，原理说清楚就可以了。他已经说了，静脉注入空气会使人致死，这就行了。但是这个剂量病人死不了，这也是事实。可是对于电视剧来说，剂量不能说得太清楚吧？万一观众模仿呢，造成了恶性事件，这不成了教唆犯罪了？30毫升的空气在肺部就被过滤掉了，根本不足以对心脏形成威胁。要想在心脏附近形成气锁，阻碍心脏跳动，起码需要100毫升。你说的100毫升，那是对于成年人来说，对于儿童来说，30毫升就可以致死了。你总得考虑考虑未成年的观众吧，那是祖国的花朵。那就是演员选的有问题，这个人起码需要200毫升。就这一个电视剧，你说你是不是太矫情了？一个不在乎剂量的人，一个只在乎剂量的人。看来我跟你没法说话。没错。秦科长，刚接到通知，湖边发现了一具无头男尸。
转眼即变，故事暗藏深渊。停下脚步，下雨的街，梦是鲜血，绿是枯竭。黄灯彻夜闪我不眠，有需我来破解。不安的跳动间，安息却不能眠，历历浮现，被血将他的唇齿的成了死结，笑旁人冷眼，人心不能搁浅。苍天日月可见，这些我来分辨。吹着口气，横对冷眼，触摸黑夜，如墨如烟，回首起无还佛心。腹部有缝过针，死者的头部不会在腹腔里吧？死者已经完全没有内脏了。沉尸的方式有很多种，只要在尸体上绑一个重物就可以，何必这么大费周章呢？最头疼的就是这种无头啊，这会不会是谋财害命？能把肚子里的内脏全都掏出来的，应该是仇杀吧？我现在就想知道郭立强的手指到底是怎么断的。不管作案动机是什么，我们现在都要从这里查起。所以工地停工还有别的原因？这事你得问阿来。阿来是谁？您的左手是怎么回事？离开1周以上，我推断我们的死者生前跟警察很熟悉。死者生前被人麻醉过。